今天的熟食又没卖完，月底这200万货款怎么还？银行已经下了最后通灵，如果这个月底还不清200万的抵押贷款，父母留下的大卖场就要被强制法拍了。系统载入中，超时空零售枢纽已激活，检测到宿主拥有高能生存物资、空间锚点、卖场零下18度步入型大型冷库玩意儿。低血糖幻听了。我操！哪里来的二哈？不对，是真狼！那什么，外面的老乡，你们在拍什么年代戏吗？这雪造的挺逼真啊！快进来避避风啊！靠山屯村民苏小买，叩谢神仙救命之恩。大仙，咱们屯子3个月没见荤腥了，求大仙赐口吃的。小买愿意给大仙做牛做马。做牛做马就算了，3个月没见荤腥是吧？吃肉不好消化，我先给你们来点碳水炸弹。白面。没有麸子、没有沙子的纯白面，大仙显灵了，老天爷没收咱们的命啊！救命粮，救命粮啊！哎，别生吃啊！那玩意儿生吃不消化，要在锅里蒸熟了才能吃。大仙，您的救命大恩，小买下辈子结草衔环。打住！别大仙大仙的叫了，我不修仙，我只是个生意人。你可以把我这里当成一个跨越天庭的超级供销社。天庭的供销社，怪不得有这等一点杂质都不沾的神仙白面。大仙，不，大掌柜，我们靠山屯已经饿死了10几口人了，树皮都啃光了。您这供销社能赊账吗？先穿上。看你们冻得嘴唇都发紫了。我林彻做生意讲究个公平交易，这些东西算我送你们的见面礼，但后续想要换粮食，就得拿东西来换。大掌柜，俺们乡下人没有金银财宝，但俺有这个，这是俺爹当年拼了命在长白山老林子里挖到的野山参。镇上粮站的欺负人，说只给换5斤苞米面，俺没舍得给。您看看这能换多少粮食？成交！这颗山参，掌柜的我收了，你等着。这些是你这颗参的定金，记住，盐和糖省着点吃，那肉回去立刻了炖上，让村里快饿死的人先喝口肉汤吊命。首次空间通道维持时间即将耗清，倒计时30秒，29、28、27。通道要关了。你把这些粮食拉回你们靠山屯，告诉你们村长，明晚半夜12点，让他带着村里人来这儿。想要活命，就拿山里的老药、老物件，甚至是打来的野味来换。只要东西够好，老子的超时空供销社保你们靠山屯乃至整个北地，绝不饿死一人。姐带你们回家，咱们屯子有救了！谁敢抢咱们大掌柜赐下的神粮，姐就拿草叉跟他拼命。长明、大柱、六子，屯子里实在没活路了。咱们4个今晚进老林子，若是能套住只狍子，打死只野猪，全村老小就能活。要是遇上狼群没回来，把大队部的破牛皮骨拆了，用水煮烂了，喂给娃娃们，能多活1天是1天。队长，你放心，俺就算死也得咬一块狼肉回来。走！魏国，听，有动静，是不是别的屯子来抢粮的？准备抄家伙。那是啥怪物？怎么底下是黑色的圈圈在转？那是苏家老大的闺女小麦，她没被冻死在山里。快！
天爷，这衣服咋这么软和？里头装的啥？一点都不冰手，还往外透着热气儿。小麦，你上哪儿弄来的这神仙衣裳？魏国叔，别管俺的衣裳，看车上，快看车上啊！咱们屯子有救了！白面是白面啊，比城里特供的富强品还要白，还要细呀，连一星半点的麦须子都没有。这是哪儿来的救命粮啊？肉，队长，是肉啊！带着大肥膘的五花肉。小麦，你跟叔说实话，这些粮食和肉是哪儿来的？是神仙，一个自称在天庭开超时空重货社的大掌柜。俺用俺爹留下来的那棵百年老山参换了这一车的精细粮和肉。大掌柜还说了，只要咱们拿山里的老物件去换，他的供销社保咱们靠山屯一个人都饿不死。天不亡我靠山屯，有这等大仙护佑，还进个屁的山！溜子，去敲响大队部的铜锣，把全村还能喘气儿的人全给我叫到大裤场。大柱，去抱柴火，把食堂那口大腿锅给老子烧热了。香，太香了！哪怕是这会儿让俺立刻死了，俺也愿意呀！都别乱！老弱病残先打肉汤，壮够力啃骨头吃粥。大仙赐给咱们的肉，谁敢抢，老子直接活劈了他！乡亲们，肉好吃吗？大米白吗？大仙说了，明天半夜12点还能交易，只要有宝贝，要多少粮食有多少粮食。那帮城里的粮站老爷不管咱们的死活，咱们自己救自己，把你们各家各户藏在地窖里的、埋在炕席底下的野山参、老鹿茸、极品貂皮，甚至是从以前传下来的老物件、金银首饰，全都给老子挖出来。明天晚上，全屯子青丈年拉雪橇上山，咱们要清空那大仙的天庭供货社。都给老子听好了，今晚的交易是咱们靠山屯全村老小的命。谁要是敢在交易的时候咋咋呼呼冲撞了大掌柜，不用大仙发火，老子第一个劈了他！听见没有？听见了。魏国啊，全村能拿得出手的家当全在这个盒子里了，有从地主老财那里斗出来的几根小黄鱼，有几十块大洋，还有大柱他爹早年间拼死采到的野生紫灵芝，能看上咱们这些破烂吗？先既然要换，咱们就拿命换。看天色，子时到了。靠山屯的，谁管事？把你们要换的东西拿上来。愣着干嘛？东西带来了吗？大掌柜神威，小人楚卫国是靠山屯的大队长，东西带来了，全在这里。东西成色不错，我林彻做生意最讲究公道。今天我保你们靠山屯过个肥年。天兵神器，这是天庭的搬运神兽啊！第一批货，100袋正宗东北五常大米，50袋高筋白面，总计7500斤，够不够你们吃1个月？看你们一个个冻得跟冰棍似的。第二批货，150件军工级防寒大衣，150床加厚棉被，200双雪地靴，全是新棉花新料子，发下去，让乡亲们立刻穿上。冻死了，老子这生意还怎么做？大柱、六子还愣着干什么？进来搬仙衣，给老人和孩子先穿上。楚卫国，你给我听好，这个白盒子的叫退烧药，是退烧止痛的。谁家孩子发高烧不退，吃1粒，1个时辰内保证退烧。这个红白盒子的叫消炎药，是治发炎和肺痨的。这些药比粮食还金贵，千万别当饭吃，听懂了吗？大掌柜再生之恩，靠山屯村子孙孙永世不忘。行了，别整这些虚的，赶紧把物资拉回村里藏好。记住，财不外露，粮不外泄。等你们把这些东西消化了，过几天咱们再做下一笔大买卖。7000多斤精粮，要是被人知道，就是灭顶之灾。
大柱、六子，把村里的土冲全给我上满火药！从今天起，靠山屯封村。大仙赐粮的事儿，谁要是敢向外吐露半个字儿，不用外人动手，老子亲自送他去见阎王，护住粮食，咱们活；粮要是被抢了，咱们全得死。都听明白没有？粮在人在，粮亡人亡。时代红利啊！靠山屯的乡亲们吃饱喝足了，接下来老子就要带你们搞工业霸权了！小伙子，咱们这里是高级古董会所，不收那些乡下收来的破铜烂铁。看稀奇的话，去外面的潘家园地摊，别挡着贵宾的道。王经理，你们聚灵阁现在的门槛真是越来越低了，什么捡破烂的都能往里进。哎呦，郑少您来了，您快里面请 ，VIP 包厢早就给您备好了最高级的碧螺春。我今天可是来寻摸镇店之宝送给我家老爷子的，别让这种穷酸气冲了我的运好。保安，赶紧把这个背双肩包的轰出去！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老子今天带来的货，怕是你这聚灵阁的镇店之宝都得靠边站。要是摔坏了一点皮毛，把你们这店卖了都赔不起。装什么大尾巴狼？这破木头盒子一股子土腥味儿，能装什么好东西？怕不是景德镇批发来的高仿吧？这发色，这胎骨，苏麻离青料，这是大清雍正年间的官窑。哼，王经理，你眼瞎了吧？这碗贼光这么亮，连一点土沁和包浆都没有，看着跟刚从窑里烧出来的新碗一样。这绝对是现代制机器仿造的臆造品，拿个假货来聚灵阁诈价，赶紧报警抓他！胡说八道！谁说没有包浆就是假货？那是传世的极品，都给我退下！不可思议，简直是奇迹！雍正官窑青花缠枝连纹碗大开门的老物件，最直就像是他的保时间被冻结了一样，连一丝头发丝大小的划痕都没有，完美，太完美了！小友，这件稀世珍宝，还有这些足赤银条，你打算出多少钱？我们聚灵阁全包了。齐老爽快，这只官窑青花碗外加5根小黄鱼，30块原味原大芒，我不魔意，一口价2000万现金。行，东西留下，不行，我出门左转去苏富拍卖行。2000万？你抢钱啊！这碗最多值1000，闭嘴！你个有眼无珠的蠢货！这等完美品色的雍正官窑，上拍卖会哪怕拍出3000万都有可能。2000万，我聚灵阁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光靠我运大米过去，只能救得了一时。在这个时代，2000万或许只能买套1线城市的豪宅，但在饥荒年，这2000万足够老子硬生生砸出一个凌驾于时代的钢铁塞北。喂，老张，我要5台带有封闭式防寒驾驶室的多功能小型履带旋耕机，对，加装推雪扇的那种。再给我配10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和50桶高标号抗冻柴油。王老板，把你们最新研发的抗寒极早熟土豆脱毒种主，还有耐寒高产冬小麦种子，给我准备30吨。今天夜里必须装车送到我的仓库。给我搞50套最高强度的防爆盾牌、高刚刚开山刀，还有大功率强光探照灯。不用问我要干什么，钱不是问题，全给我用最好的料子。楚卫国，你个老小子别装死！有人举报你们靠山屯私自挖了老财富的地窖，藏囊上万斤粮食，赶紧把粮食和肉全给老子交出来，按投机倒把充公，否则今晚老子就把你们全抓去游街！放你娘的狗屁！你赵大金克扣咱们的口粮还少吗？现在咱们得大仙保佑有了活命粮，你还想来抢？你还是个人吗？赵大金想明抢就直说，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从靠山屯拿走1厘米！弟兄们，抄家伙！好啊，护村队的弟兄们。他们不仅有粮，还有这等好棉袄，给我冲进去！谁抢到就是谁的！拿几条破枪就想抢劫，老子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现代工业级别的呼风唤雨！楚卫国，别拿刀砍，老子不要死人！叫6个追撞汉子过来，把这封神法器背在身上，用力拉那根黑绳子启动，把前面的管子对准地上的积雪，指向那帮杂碎，给我把油门捏到底！
的眼睛喘不上气儿了！救命啊！妖法，这是妖风，他们会使妖法呀！风雪停，现在该是神仙打赏的时间了。躺在地上的都给老子听着！我知道你们也是饿极了被逼的。现在地上全是大仙赐下的鲜肉肠和甜面饼，但仙食不养恶人。谁要是现在爬起来，把那个带头抢劫的赵大金给我五花大绑扭送过来，地上的食物你们想拿多少拿多少，我靠山屯保你们吃饱。弟兄们，赵大金平时抽咱们的血，现在还要断咱们的活路，神仙给咱们肉吃了，绑了赵大金换肉啊！绑了他！你们反了！我是副站长，救命啊！别打脸！杀人诛心，这才是超出商人的玩法。楚卫国，把赵大千关进猪圈，明天天一亮，老子把玄更机和推雪坎给你们送过去。我要你们在半个月内把周边10个山头全给我推平了，壮起土豆，大基建正式开始。楚卫国，你个王八犊子，出去一定枪毙你！枪毙老子！赵大新，你扣下的救济粮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真要算总账，你得被枪毙10回。今天老子没空搭理你，大掌柜要赐下开荒神兽了，你就给老子在猪圈里好好看着。什么叫天庭的手段？靠山屯的乡亲们吃饱喝足了，该干活了。今天老子教你们怎么把这冻得跟石头一样的铁疙瘩地犁出能长救命粮的沃土。楚卫国，这是千里传言河，按住侧面的按钮就能跟我说话。你还有村里脑子最活壮的几个后生，给老子上车！队长，这神兽肚子的里竟然藏着春天，一点都不冷啊！别摸了，听老子指挥。左边那个是离合，右边是油门，手里那个大圆盘是方向盘。楚卫国，你坐在主驾驶上，挂1档松离合，踩油门，给老子把门前那片冻土坡推平了。翻开了，连100年老冻土都被翻开了。这要是一镐头一镐头的刨，全村人干1个月也刨不出这一沟啊！神仙手段，这是真正的神仙手段啊！好，楚卫国，你这悟性可以，现在换人开，半天时间把这几台车全给我开熟练了。老子不管现在是腊月还是3、9天，老子给你们送来了能扛冻的仙界土豆种和冬小麦。劳改队的在后面负责播种撒化肥，绕山屯的弟兄们开着机器在前面推雪翻地。今晚老子给你们杀猪，全村老少外加劳改队，每人半斤大回肉，敞开了吃。靠山屯的爷爷们，快开神兽翻地啊！俺们撒种的手已经等不及了，弟兄们上车！今天就算把油门踩冒烟了，犁出500亩地来。不行，这3000平米的超市场地太小了。靠山屯那边已经开始大开荒，接下来需要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海量的化肥、钢筋、水泥，甚至是发电设备。光靠这几个冷库门和地下车库，巨型方结构墙根本藏不住这么惊人的吞吐量。林老板，你能看上我这块地，我很高兴。但这园区虽然废弃了，地皮和仓库加起来，市场价起码也得1600万。你那大卖场昨天快被刘大头搬空了，你哪来的钱吞下这么大的盘子？孙总，不用操心，1600万这块地连及所有的仓库设备，能不能马上过户？过户？孙总，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这块地我赵海早就看上了，准备拿来建化工厂。你敢卖给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仔？赵老板，我厂里那几百个下岗人的安置费和救命钱根本等不起啊！等不起也得等，在这一片，老子说1000万就是1000万。至于这姓林的小子，听说你昨天撞过运，发了笔横财，还清了刘大头的债，怎么有2个骚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敢来截我的胡，赶紧滚，别在这碍眼！孙总，这块地你卖给建化工厂，周围的居民和你的老员工得把你祖宗10代都骂穿，我出1800万，而且今天下午直接打进你的对公账户，解决你所有的员工遣散危机。你他妈敢拿假账来诈借，这绝对是假系统！孙总，你别信他，我出1500万，首付200万，剩下的……闭嘴！200万也敢在这里丢人现眼？老子不仅出1800万全款，我还要额外宣布一条规矩，楼下的师傅们都听好了，我是旁边大卖场的林彻。从今天起，这宏达物流园我接手了，而且你们这50多个仓管司机和凹保人员，我不裁1个人，全部留用，工资在原基础上上调20%。林老板万岁！谢谢林老板给咱们留条活路啊！谁要是敢拦着林老板买地，咱们几百号工人跟他拼了！林老板，大恩大德呀！这块地哪怕是1600万，我也现在就卖给你，这合同我立刻就签。滚！林彻，你给我等着！盘下这么大的地皮，我看你有没有那个命吃下去。我们走。丁，检测到宿主拥有独立的超大型仓储空间，满足空间锚点升级条件，时空之门并为宇行工业级。哈哈哈，好，通道扩建，接下来老子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干了。
李总，我是林彻，对，就是今天上午全款扫货的那个。现在立刻给我调500吨高标地速凝水泥，300吨等级螺纹钢，还有20台大功率军工级太阳能储能集振板。500吨，林老板，您这是要修高速公路还是建地下防空洞啊？修防空洞？不，我要建一座连炮弹都轰不开的钢铁城池。今晚12点前，所有的货必须进我的物流园，钱少不了你的。楚卫国，拖拉机停火，所有人退后，给老子把村口那片空地让出来。老天爷，大仙，这是把天宫的门给掰下来了吗？快看，有东西出来了！楚卫国，过来接货。大掌柜，这是精铁啊！这么多精铁，能打几万把锄头了吧？还有这些灰扑扑的粉末是啥？面粉吗？面你个头！高低水泥！老子听你对讲机里说，公社那边听到了拖拉机的动静，明天上面要派几百个工作组带棒子来查你们。大掌柜神机妙算，刚村里的暗哨跑回来报信，说赵大金的姐夫，也就是公社的刘主任，听说咱们村不仅吃肉，还藏了神仙机器，眼红的发狂。明天一早，他就要带着周围3个大队的300多号良善，咱们靠山屯好不容易有条活路，他们这是要断咱们的根啊！几百号人要是冲进村，咱们辛辛苦苦翻出来的地就全毁了。大不了咱们拿命跟他们拼了！拼什么命？咱们现在是搞建设，不是搞火拼。真打出人命，你们以后还怎么安稳种地？听老子的，不用刀枪，老子教你们用这几百吨鲜泥和铁骨，在一夜之间把靠山屯的村口彻底封死。老子要让他们明天连靠山屯的一根毛都碰不到。全屯子的爷们儿，还有劳改队的弟兄，都别歇着了。大仙赐下了鲜泥，今晚就是不睡觉，也要把村口给老子堵上。大柱，带人去河沟里敲冰砸水。六子，去抱木板。先把那些带螺纹的铁棍子，像编竹筐一样，在村口那2座山包之间给我横竖编起来，用铁丝扎紧，一定要扎得密不透风。乖乖，这铁笼子编的，别说人了，就算是山里的熊瞎子撞上去，也得撞个头破血流啊！把水、河沙，还有那些灰色的水泥粉，一袋一袋的给我倒进那个旋转的大铁桶里，快！大掌柜，这不就是烂泥巴吗？虽然里面加了沙子，可这玩意儿软塌塌的，糊在铁架子上能挡住人吗？软塌塌，这是现代工业最高科技的速凝抗冻水泥。别废话，赶紧用木板把铁骨架夹起来，把泥浆全给我灌进去。2个小时后，我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点石成金。大掌柜，全灌满了，但天快亮了，那帮饿狼估计马上就要到了，这泥巴能干吗？时间到了，大柱，把外面包着的木板拆了，拿你手里最大的铁锤，给老子狠狠地砸一锤试试。天哪，这不是泥巴，这是铁，这泥巴变成精铁了！仙法，这是大掌柜施展的点泥成石的仙法呀！里面有铁骨撑着，外面是仙石护着，咱们靠山屯变成铜墙铁壁了！大掌柜神威，有此要塞，别说是300个闲汉，就算是天王老子带着大炮来，咱们靠山屯也绝不后退半步！公社主任，几百号人来砸场子，行，老子今天就让你们知道知道，在现代基建建博的钢铁城墙面前，你们这帮人有多么渺小可笑。弟兄们，赵大金说靠山不仅藏了几万斤白面，还有很多大机器。今天冲进去，谁抢到就是谁的，出了事老子担着，给我冲！这是什么妖术？昨天傍晚护村队的人来汇报，这里明明还是一片平地，怎么一夜之间平白无故长出了一座山？装神弄鬼，肯定是他们连夜用泥巴糊的土墙，还没冻结似的。给老子砸！谁第一个砸出窟窿，老子奖励他10斤棒子面！砸不动啊！刘主任，这不是泥巴，这墙比后山的生铁矿还要硬，一镐头下去，连个白叶子都没留下来。刘主任，你听着，我不管你是公社主任还是天王老子，靠山屯现在是天庭庇护之地，这道仙墙连炮弹都轰不开，我劝你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蛋，
免得自取其辱。赶紧把门打开，把你们私吞的救济粮交出来，否则全公社的人都不会放过你们。刘主任，你少在这扯虎皮做大旗，你是个什么东西？真以为大家心里没数吗？国家拨给各个大队的救济粮，全被你和赵大金偷调卖去了黑市，换了金条塞进自己腰包。乡亲们饿得啃树皮，你却在家里吃香喝辣。墙外的老乡们，我们靠山屯得大仙保佑，有了高产耐寒的种子和翻地的铁神兽，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种田开荒，绝不当饿死鬼。你们被刘主任当枪使，就算今天真抢到了我们1粒米，最后也全得进他刘主任的肚子。你们图什么？赵大金已经被我们抓了，把你们写刘主任倒卖救济粮的账本全抖了出来了。不想饿死的，就别给他当狗，把他绑了，送到城里去检举揭发。这可是大功一件，城里绝对会发救济粮奖赏你们。楚队长说对，上个月俺娘就是因为没分到救济粮，活活饿死的。原来全被你个狗日的贪了。乡亲们，绑了他送城里换粮食。绑了他！你们反了！放开我！我可是公社主人！救命啊！干得漂亮！用现代工业的防御力粉碎暴政，用正义的手段解决蛀虫，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道。不过，大掌柜，危机解除了，被他们自己人绑去城里了。俺们没费一兵一卒，保住了屯子的基业。我看到了，干得不错。接下来不用理会外界，全速开荒播种。你这怀里抱的是什么？大掌柜，这是大猪他们早上开着神兽推雪翻地的时候，在后山一处常年不化的冰窟窿底下翻出来的东西。俺看着像是一块罕见的玉石，特地拿来孝敬您，全当是这面仙墙的材料钱。这水头，这起莹的光感，没有一丝棉絮和裂纹，而且体积这么大，这是极品老坑玻璃种帝王绿。俺也不懂啥叫帝王绿，反正看着挺稀罕的。大掌柜要是觉得这石头不值钱，后山冰空底下好像还有一条矿脉，俺明天开着神兽再去给您挖。值钱，太他妈值钱了！楚卫国，你立大功了！有了这东西，你们靠山屯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回去告诉乡亲们，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难民，而是我超时空重攻击的初创员工。我不仅要给你们现代城墙，我要把靠山屯打造成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一颗工业与农业的超级明珠。